永康2年301年，老得像僵尸一样的司马伦篡了孙子辈的权，自己僭越当皇帝了。这种荒唐的举动自然招致了诸王的反对。齐王司马囧首先发难，传檄天下，号召诸王进京杀贼，一时间响应者云集。此时群雄逐鹿的三国时代才刚刚结束了20多年，从此以后想要再享受来之不易的天下太平，需要300年后了。以齐王司马囧为首的三王举义浩浩荡荡的带着几十万大军杀向了首都洛阳。实际上总共有5位藩王起兵，3王是其中比较强的3个，他们分别是齐王司马囧出镇许昌，都督豫州诸军事；成都王司马颖出镇邺城，都督冀州诸军事；河间王司马颙出镇长安，都督关中诸军事；新野公司马欣出镇襄樊，都督荆州诸军事；常山王司马懿镇长山国。多路大军声势浩大向首都奔去，司马伦不害怕是假的，于是他决定像自己当初篡权一样，再玩点邪乎的。实在司马伦日夜派人到供奉自己老爹司马懿的庙里求神问佛，祈祷司马懿显灵。恰好派去的官员也想在领导面前显示一下工作成绩，就说宣皇帝已经说了，贼军在某月某日必会败亡，您不用担心。孙秀也是一样的套路，在家里大摆祭祀台，找几个神棍一起算命，算出来良辰吉日就跟义军决战。这样的荒唐之举不胜枚举。另外一边，按说诸位藩王率领几十万大军吊民伐罪，讨灭逆贼，多路齐头并进，应该很快就能杀入皇宫，把司马伦给抓了吧。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齐王司马囧先生的军事水平确实有点整，他所率领的许昌方面军多次被朝廷中央军打散，但又多次重新集结起来战斗，在阳翟颍阴一线反复拉锯。许昌方面军进展不利，成都王司马颖率领的邺城方面军也好不到哪去。黄桥大败让司马颖一度想要回师自保，幸亏参谋集团的卢志、王念等人劝说司马颖说不能撤退，撤退就是大溃败，并且又挤出来8万人，由王念亲自带队前往前线，与中央军摆开决战的架势。老将士司马伦一看对面都快梭哈了，不加筹码是不行了，于是呢，让我们未来的中流砥柱刘琨先生带领最后的3万禁军跟司马颖在黄河边上决战。结果刘琨先生大败而归。躲在皇宫深处的司马伦和孙秀已经不敢出门了，他们惴惴不安，愤懑不知所措。或许此时此刻他们后悔去触碰皇位这个禁果了吧。随后司马伦、孙秀多次召开集体会议，商讨当前的局势。有的人说在归拢洛阳城里的活人，抵抗到底；有人说应该再搞一次内部大清洗，把不听话的人都杀光；还有人说赶紧造大船出海跑路吧，幸运的话还能早点发现南北周。当三王举义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当司马伦、孙秀还在犹豫的时候，西晋的老传统政变又发生了。4月的某个深夜，宗室大臣司马崔、禁军高层王瑜率领700禁军杀进皇宫，三部司马在皇宫里面响应，一股力量分头诛杀司马伦一党。当夜，孙秀及其党羽被一网打尽。愤怒的禁军们复刻了几个月前老僵尸司马伦残害张华时的混蛋行为，对这些被抓的老僵尸一党当场审讯，当场定罪，当场斩杀。同党全部伏诛之后，被军人们提溜起来的所谓的皇帝司马伦只好下诏退位。他说，现在坏蛋孙秀已经伏法了，我也不想当皇帝了，咱们迎回太上皇司马衷吧，然后我就回家务农。不知道他是真的天真还是心存幻想，已经处于权力最高峰的人，在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竟然还想奢望保全自己吗？前有曹爽不识富家翁，后有司马伦回家务农，人呐，不要自己骗自己呀。政变又结束，一些西晋老传统的东西又出现了，比如让禁军举着邹鱼帆敕令皇宫内罢兵，比如把傻皇帝从金庸城接出来复位，比如把司马伦扔到金庸城，随后不久赐金械酒毒死。那么诛杀司马伦给我们大晋带来了什么呢？是皇帝神圣性的彻底消解，是中央禁军在野战和政变中被诛杀殆尽，是稳定的官僚体系变得破烂不堪，是一场死了10余万人的灾难。司马伦伏诛了，傻皇帝又回来上班了，三王举义也应该画下一个句号了。还是我们西晋的老传统，大肆封赏的环节到了。齐王司马囧作为首倡起义的宗室领袖，本身就具有大义名分在，因此呢，加9次拜大司马。成都王司马颖出力最多，在黄河边上给予司马伦集团致命一击，也加9次拜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加黄钺。
关中的河间王司马颙，他本来就是一个两面派，一开始并没有响应司马囧的号召，反而把司马囧派来的联络的信使绑了，送到洛阳表忠心。不过后来司马囧看到二王声势浩大，打不过就加入，于是反过头来加入举义大军中去讨伐司马伦了。念在他略有功劳，因此被封赏为加3次进侍中太尉。权力的蛋糕分完了，但是彼此之间的矛盾早在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埋下了厮杀的种子。起初三王举义的时候，是成都王司马颖率先抵达了他忠实的洛阳，直到1个多月之后，司马囧才姗姗来迟。但是司马囧自以为功劳最大，开始有了擅权的影子。司马颖此时还表现得颇为有理，表示这都是司马囧的功劳，我就不在这儿贪天之功了。紧接着高风亮节的率领部队离开了首都，回到了大本营邺城。至此为止，似乎一切又回归稳定了。傻皇帝回来了，新太子也确立了，年轻的摄政王大展手脚，蒸蒸日上的西晋应该继续光照四方了吧。但是我们都知道，灾难并没有就这样结束。这个司马囧，尽管他是贤王司马攸的孩子，尽管他首倡起义，尽管他披坚执锐厮杀在一线，但是他还是不可避免地走上了权臣的老套路，放纵欲望，谋求篡权。首先志得意满的司马囧自己也来了一套篡权配置，也有了野心。实载司马囧拜大司马加9次，配备礼仪器具，一如当年宣皇帝辅佐曹芳，景帝辅佐曹髦，文帝武帝辅佐曹奂的场景。一句话，司马囧有篡逆的念头。其次，司马囧认为自己得享受一下，当年曹爽私自使用皇帝的器具，杨俊天天住在太极殿，他们可以，我为什么不行？于是开始大兴土木，修建豪华宅邸，沉迷酒色，懒得上朝。最后他又犯了每个权臣都会犯的错误，譬如任人唯亲啦，排除异己啦，残害忠良啦，等等等等。也许今天我们会痛心疾首地说，司马囧你怎么如此沉沦，被酒色权力欲望给异化了呢？你忘了你的初心了吗？而司马囧却只会微微一笑，笑话我们说，一群井底之蛙，你没享受过天下风光，怎么能知道有多爽？话说回来，司马囧一整套的骄纵专权很快就给人留了口实，或者说无论他怎么做，都会有人联合起来把他驱逐甚至消灭。原因就是一个朝廷怎么会存在2个加9次的人呢？你司马囧也配辅政吗？所有武帝的子嗣都会有这样一个疑问，他司马囧是齐王司马攸的孩子，是景皇帝司马师的孙子，而景皇帝这一支早在开国的时候就定了名分，永远没有机会染指皇位。为此当年武皇帝甚至把亲弟弟逼死，他忘了吗？现在司马囧既然在朝堂上做出了像老祖宗司马懿一样篡权的举动，请问在其余武帝子嗣眼里看，他够格吗？尽管傻皇帝司马衷的子嗣全部都被残害了，尽管你司马囧装模作样的立了傻皇帝的侄子为太子，但是我们这些亲弟弟还在，你一个外人也敢分配蛋糕，也配当弟弟？